听四月说中文。嗨，大家，新的一年到了，大家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无论如何，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咯。但是很遗憾的，没想到新年的一开始，甚至到昨天，就一直收到日本发生各种灾难的讯息。从1月1日能登半岛7.6级的地震，到昨天1月2号的羽田机场客机冲撞事件，都让人非常惊讶。加上台湾很多人也在连假时跑去日本旅游，所以在台湾也是有许多人还蛮担心的。没有想过在新年的开始会发生这些灾难，而且还是台湾也会经常碰到的地震，所以有更深的感受。那1月2号发生的飞机失事呢，看似无关，但其实那台被撞上的飞机正是海上保安厅派遣准备前往北陆地区协助灾害救援的飞机，因此两件事也可以说是绑在一起的。对于因为这样而离世的机上组员，感到更加的心酸。但想必有在关注这些新闻的人，应该都听到很累了，所以我觉得好像也不再需要多补充什么。但是想要借机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那原谅我在新年的一开始就这么的消沉黑暗。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不好的事情。虽然中文有一句俗语“好事传千里”，就是好的事情传得特别的远，甚至特别的快，但现在都是不好的事情传得比好的事情还要快。因为现在媒体需要大家去点击这些新闻才能赚得到广告费，所以每个新闻标题总是用很夸张的方式表现。中文所谓的标题杀人就是这个意思。而等到大家点进去这个新闻之后，才会发现其实内容根本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只看新闻标题的话，就会觉得世界好像很混乱。加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新闻传播者，经常把还没有完全掌握的资讯就传给其他人，导致整个故事越传越乱，也造成不必要的辩论和纷争，同时间却忽略了很多真正需要被关注的事情。像是从前年冲突升温而爆发的乌俄战争，到2023年发生的加萨战争，甚至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新冠病毒等等，这些都算是影响着全世界人们的大事吧。因为战争会影响原物料的价格嘛，像是台湾近几年缺物料的原因，无论是真是假，都说和乌俄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导致房子盖得也慢，盖房子的公司也拿缺物料进而涨价等等，还有其他物料上涨的情况也持续发生。但是打开新闻频道，每天都在报道某个小区域发生的私人恩怨，真正的大新闻大概只会被播送1到2周吧，就渐渐没有追踪下去了，人也渐渐就遗忘了。而且每次当妈妈跟我分享在台湾哪个地方发生了意外的车祸啊、悲剧或是争执，看了都会心情很差，因为这些事情离你非常近，让你不得不去感受，但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几率却是没有办法预测的。这时候我就会刻意去看一些国际新闻，让自己变得更渺小一点，才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干扰。只能常常和妈妈说：“妈妈，你还是看一些开心的新闻好了。”其实对于像我这样比较悲观和保守的人来说，对于每一年的期许都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平安的度过。想到前几年因为新冠疫情，曾经觉得是否世界就会这样变糟下去呢？比起来，现在真的觉得安定了许多。然而看到这些天灾人祸的同时，也会不断提醒自己，能活着是很幸运的。小小分享，其实近期终于看完了日本的动画《进击的巨人》，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啊，都会觉得自己对于那些小动物来说，其实我就是巨人啊。那要如何不用巨人的角度去踩踏这个世界，
而是抬起这个世界呢，真的是需要团结才能做到的。那要怎么不去随意的把别人看成是敌人，而是试着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这就是所谓的同理心。那真的需要下一番功夫。那么实在想跟大家再说声抱歉，在这2024年的第一个 podcast 就有一些沉重，但是在看到日本的天灾和人祸下，真的很难完全开心起来，也想要为他们祈福。其实我另外的想法是，我觉得不用给每件事都冠上什么意义吧，就不会过于失望了。即使是2024年的开始，其实就和每一年的开始是一样的，只是数字上的改变而已。时间并没有变快，也没有慢下来，人心也没有因此而改变。真正能守护自己的呢，永远都是你自己。如果能先照顾好自己的人，一定也可以为这个世界和其他人想得更多。换句话说，希望大家在追求这个社会期待的同时，要先照顾好自己，在身体和心灵方面都要照顾到。如果自己有剩余的力量，再去帮助其他自己在乎的人事物，把精神花在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别被人们创造出来的各种意义给打倒了吧。最后呢，希望因为地震或飞机事故而影响的人们，能够快速的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上，也祈求灾害就到此吧，重新开启今年的序幕吧。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我也会持续的更新，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